艾萨克·牛顿关于重力的历史性工作显然是受到看苹果从树上落到地面启发的。但是，如果存在由反物质组成的反苹果，那么它是否会以相同的方式下落呢？大家好，这里是阿尔法科技频道，我是摩西。根据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反物质和物质应该以相同的方式落向地球。但是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又或者是有其他长程力影响它们的自由落体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最近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称，欧洲核子中心反物质工厂的阿尔法小组在他们实验的精度范围内观测到了由正电子和反质子组成的反氢原子以与正物质相同的方式受到重力作用落向地球。阿尔法的发言人杰弗里·汉斯特说，在物理学中，除非你观察到某事，否则你真的不会知道它。这是第一个直接观察到反物质运动上的引力效应的实验。这是研究反物质的一个里程碑。反物质由于在宇宙中明显缺失，而仍然令人困惑。引力是任何两个质量物体之间的引力，它是自然界4种基本力量中迄今为止最弱的。反氢原子是电中性和稳定的反物质粒子，这些特性使它们成为研究反物质引力行为的理想体系。阿尔法小组通过获取反质子工厂的 AD 和 ELENA 机器中产生的减速负电荷反质子，并与来自硝酸钠22元的正电荷正电子结合，来制造反氢原子。然后他将这些中性但略微磁性的反物质原子禁锢在磁性夹具中，防止它们与物质接触和湮灭。到目前为止，该团队一直专注于在阿尔法2设备中进行光谱研究，向反氢原子照射激光或微波，以测量它们的内部结构。但阿尔法小组还建立了一个称为阿尔法 G 的垂直设备，它在2018年收到了第一个反质子，并在2021年完成调试。G 表示当地的重力加速度为 9.81米每秒平方。该设备可以测量反氢原子在关掉磁场允许原子逃逸后与物质湮灭的垂直位置，磁场可以禁锢这些原子。这正是阿尔法小组研究人员在他们的新研究中所做的。该研究继2013年开始阿尔法装置的概念验证实验之后进行。他们一次捕获了约100个反氢原子的群体，然后通过逐渐减小夹具顶部和底部磁铁的电流，在20秒的时间内慢慢释放原子。计算机模拟阿尔法 G 装置表明，对物质而言，这种操作会导致约 20% 的原子从夹具顶部退出， 80% 从底部退出，而这个百分比的差值正是由于向下的引力造成的。通过对7次试验结果的平均，阿尔法小组发现从顶部和底部退出的反原子数量与模拟的结果完全一致。更详细完整的研究还涉及对不同偏置磁场进行了多次重复实验，偏置磁场可以增强或抵消引力。通过分析这种偏置磁场的数据，该团队发现，在当前实验精度范围内约为 G 的 20%， 反氢原子的加速度与地球上的熟知的引力之间的吸引力相一致。汉斯特说，我们用了30年的时间来学习如何制造这个反原子，掌握它，并能够足够控制它，以便我们可以真正有效地使它下落，从而对引力测量。我们想尽可能精确地测量加速度。我们想要测试物质和反物质是否确实以相同的方式下落。我们预计在2024年返回阿尔法巨石实现的对反氢原子的激光冷却，这将显著提高精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反物质工厂是世界上产生和研究反物质的独特设施。这个设施的另外2个实验 Aegis 和 GBAR 与阿尔法共享高精度测量反物质原子的引力加速度的目标。反物质工厂还有 BASE 实验，它的主要焦点是高精度比较质子和它的反物质孪生体反质子的性质，并且最近比较了这2个粒子的引力行为。欢迎订阅阿尔法科技频道，这是一个追踪前沿科学的频道。